大家好，欢迎来到智享财经，我是李志。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你存在银行的钱其实每天都在贬值，但是或许你并不清楚的是，每年它以什么样的速度在贬值，而这一点银行的人或许也没有告诉过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钱实际的贬值速度，也就是通货膨胀的真实速度是多少，以及我们的理财收益率要达到多少，才能让我们自己的财富保值增值。关注智享财经，教你地道的理财干货。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通货膨胀，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现实当中如何感受到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样的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少。比如小时候我们用1毛钱可以买到一根冰棍，而现在连1毛钱的硬币大家都很难看到了，1毛钱想要买到冰棍就更难了。这就是通货膨胀。今天我们在讨论货币贬值的速度，其实就是在讨论通货膨胀的速度。大部分人都会告诉你，跑赢 CPI 的增速就行了。那么什么是 CPI 呢？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指数。跑赢这个指数的增速，也就意味着你的钱的增值跑赢了大部分商品价格的增速。看上去你的钱购买力没有下降，你的钱并没有贬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 CPI 增速平均也就维持在每年 2% 多的水平，你一定会非常的诧异。这和我们真实的体验差距太大了。不管是楼下的理发店，还是市场里的白菜、猪肉和水果，特别是房子，这2年的价格上涨远不止于此。这个 CPI 真的能够代表通货膨胀率吗？答案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 CPI 不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房地产价格。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对于我们对于物价的感知的影响又是非常的大的。比如一碗泡面5元涨到6元，价值上涨了 20%， 但是只涨价了1块钱。而一套500万的房子涨价 20%， 相当于涨价了100万。这两者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冲击是完全不同的。就像这次疫情，国家又是降息又是发债，虽然明令禁止流入楼市和股市，但总会有大量的资金会通过各种管道流入到房地产和股市当中，由此引发的房价和股价的上涨，在 CPI 当中就不会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简单的拿 CPI 来代替通货膨胀率。那么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怎么计算呢？其实我们通过通货膨胀的字面意思就可以记住了。字面上，通货指的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而加上膨胀，意思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膨胀了，指的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超越于全市场本身所需要的货币量，它膨胀了，它超发了，明白吗？而全市场生产所需要的货币量，正好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 来代替。但央行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而超发货币，也就是 M2 的增速大于经济发展，也就是 GDP 的增速，那么货币就超发了。M2 的增速减去 GDP 的增速，就是通货膨胀率，就是我们货币贬值的速度。而这2个数据，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在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查到。这数据在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央行发钱刺激经济 ，M2 增速高达了 10.1%， 而全年的经济还是被疫情拖累，GDP 增速只有 2.3%， 两者相减得出来的数据是 7.8%。也就是说，去年如果你的收益率做不到 7.8% 以上，你的钱就是在贬值。我想大多数银行的理财是做不到这个水平的。不过去年有持有股票型基金的朋友，跑赢它的概率应该还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抛开去年疫情的极端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5年当中，我们的 M2 货币总量，也就是央行多印出来的钱，增长了 5.65 倍，而 GDP 总量增长了 4.36 倍。M2 增速减去 GDP 增速的累计涨幅高达 129%， 折算成年化的复合增长率高达 5.7%， 这就是除开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的过去15年的实际的通胀率。因此 5.7% 就可以为我们长期理财的目标定一个比较清晰的界限。你必须努力让理财的收益水平超过这个数字，你的钱才不会贬值。否则你定存在银行，一年给你 1.75% 的利息，到年底你取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还赔了 3.95%。
一年亏这么点，你可能没有感觉，但是日积月累下来就非常多了。我计算过，这样亏20年下来，100万的购买力到最后连45万都不到了。当然，短期来看或者向未来看，这个数字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定期的以每年为单位来复盘一年的理财收获，也可以通过一些权威的对于 M2 和 GDP 增速的新年的预测来制定一年的理财目标，跑赢通货膨胀。如果你掌握了这个制定理财目标的技巧，那么恭喜你，你在投资理财的道路上又超越了很多人了。为自己的收获点个赞吧。当然，也别忘记关注这项财经，我们下期见。